一命二运三风水，风水好坏和你大有关系。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小酱汁命理讲堂。今天小酱汁主要给大家讲讲天降横财、探寻天财运极旺的三大神秘手相。谁不梦想着一夜暴富，彻底改变生活呢？如果你心中有这个梦想，那么就让我们一同揭开天降横财、一夜暴富的手相面纱，以及偏财运极旺的三大手相秘密，跟我一起探索吧。第一，天降横财、一夜暴富的手相一，拇指状似汤匙，揽财仙女之手。在这手相中，大拇指指节纵横，纹如潮水般涌动，指头如同握住一把仙女法宝的汤匙。这可不仅仅是巧合，财神爷似乎对这位幸运儿眷顾有加，机会降临时，要像明智的决策者一样，把握住每个可能的机会，切记不要为了一时冲动而孤注一掷，事情都需要有度。二，星形纹，梦幻之财富之手。这神秘的星形纹出现在太阳丘或木星丘，是财运的亲密伙伴。随着这星辰之纹的显现，机会和幸运将降临，带来不可思议的财富。然而，要留意这些星形纹的变化。有时它们如梦幻一般出现，却又会在转瞬间消失。把握机会，关键在于提前的准备和对机运的把握。三，智慧线分叉，商业智谋之手。智慧线的分叉并非不祥之兆，尤其是当分叉之线延伸至太阳丘的位置，这表示其人审辩敏锐，精打细算，具备经营商业和处理事务的卓越，才能命中横财运的好运势，更是不可忽视的加分项。在商海中如鱼得水，财富将水到渠成。四，手掌多肉且偏圆，饱满之财富。手相，手指短小，手型呈现出圆润的特征，手背丰满，寓意着财运丰盈。这样的手相预示着不同寻常的财富机会，中奖的几率极高，可以适度参与一些投机活动。然而，切记要注意掌握尺寸，不可过度冒险。生活中处处有财富等着你去发现。第二，偏财运极旺的三种手相一，财运线，繁多，金钱无者之手。财运线如同手掌上的财富音符，越多意味着财运越旺。这手相的人拥有经济头脑，情商高超，是发现商机的行家。他们命中偏财，仿佛是轻而易举的在无意间获得意外的收益。对于他们来说，赚钱似乎成了一种自然而然的本能。二，食指根部木星丘发达，创富奇财之手。食指根部的木星丘如同一颗灵性的明星，若发达且与中指之间有缝隙，这个手相意味着其主人的偏财运势格外旺盛。这类人头脑聪明，为事勤勉，勇攀事业巅峰。通过创业，他们为自己带来源源不断的金钱与财富。商业敏感度极高，能够敏锐捕捉到周围商机，对金钱的渴望更是强烈无比。在平时，他们不仅会努力经营本职工作，更会充分发挥个人优势和特长，经营多个适合自己的副业。这类人中年时基本上已成功跻身富人行列，其财富如潮水般汹涌而至，多得数不尽。三，无名指下的十字纹，异性缘与财运齐飞。十字纹这短线相互交叉而成的手相，如同命运的密码，而若它出现在无名指下方，预示着命主在异性缘上非常幸运。这并非寻常的异性缘，而是好的异性缘。在异性的帮助下，他们常常会迎来丰厚的财运，就像是命中注定会有意外之财砸在自己的身上一样。这是一双吉祥之手，其主人幸运的同时，也拥有着财运的双重加持。当然了，如果你在上述的手相中没有找到属于自己的手相，也千万不要气馁，因为以下这几种注定厚积薄发的手相，先苦后甜，后运福气十足，才真正属于你。我们一起接着往下看看吧。一，天文明显冲克财宫，主初期财运不稳定，也就是初期的工作事业不够稳定。
27、8前多波折阻碍，主纹路身长清晰有力，能力强，素质高，力做事业。30左右的运了事业还是不错的，掌心凹聚财，说明后期家庭财运旺的纹尾部分差，后期的家庭负担大，情线无伤意的真缘。2手相中，要求饱满丰隆，女人的手相轮廓配合很重要。事业线清晰，青云直上，代表一生事业没有大的阻碍，能够步步高升。手相中如带有元宝纹，那一生的财富会更加大，结婚后能够旺起家运。3女人手相要求巽宫饱满红润，高凸则福禄永久。所谓的巽宫，就是在5根手指底部位置有肉隆起，形成凸状。这种手相的女人10之8、9都是福气颇多，一生容易得贵人相帮，结婚后更加会有旺夫运。自身八字财运未到时比较差，等好运来时会一飞冲天的好手相。4标准的土行长，土人厚重有成，踏实稳重不鲁莽，但是土人厚重有余灵活性不够，悟性稍弱，也比较固执倔强，凡事出成就慢，穿文丽外出闯荡发展，出去闯闯磨砺自己，更利事业有成，利西方北方发展。人文那里有类似岛纹的纹路，说明出运不利，初期的学业事业都有影响。27、8前发展的不够理想，穿纹不利，情缘无。女人手相右手出现夫子颜，也是福气多的象征。结婚后可相夫教子，感情线与智慧线相交，出现十字纹路，代表一生运气不差，可以通过自己的聪明才智获取财运，但比较操心，很多事情会亲力亲为。6事业线开始处不明显，早年运气比较多起伏，30岁之前钱财难聚，行至明堂处就清晰起来，也说明35岁开始事业财运会非常稳定。7感情线比较深不乱，说明你是个感情专一认真的人。冲天柱能跟智慧和感情交叉，说明有骨气有上进心。生命线比较深，说明身体方面还不错。由于智慧线跟生命线刚开始有交点，就是说你童年运气不那么好，中年开始交好运。由于感线深又没那么长，容易感情用事。从手相分析是先苦后甜，晚年发财的命。当然，如果你还不清楚的话，可以看看以下的手相案例，说不定会更加好理解哦。第一个，长后指短，偏土长，土人有点是勤劳稳重，传统顾家，缺点是做事放不开手脚，容易瞻前顾后。从这脑线和生命线粘贴掌也看出偏保守谨慎。掌丘来看，食指巽宫财位有点拉胯，没有跟上整个手掌的厚重，反而是平薄见杂纹，财运一般。本职工作易动荡起伏，不过小指水星丘见钱财数纹，偏财倒是有些，但不长久。纹路看主线横纹干扰多，人生运势阻碍多，时起时伏。生命线初期见锁链，早年家庭环境一般，难享祖荫庇护，个人依赖性也稍强。20岁左右的横纹代表学业受限，脑线脱离生命线后变得干净深刻，说明随着经验的积累，能力越来越强，人生目标也越来越清晰。中年阶段的横纹跨过了生命线和脑线，人生早年基础没打牢，人生起点不高，容易走偏门，不长久，造成中年阻碍多，困难重重，这样财运难旺起来的原因。感情方面倒无大碍，感情线清晰少杂纹，是个传统顾家的人，这也符合土长人的特征。第二个，掌面白净，纹路细绣，能享清闲。手型来看是典型的土长，土人稳重可靠，勤劳传统。掌丘来看，食指巽宫财位饱满，井字纹未成型，财运旺，但是财不稳，养一养，井字纹成型了，财运才能稳。3大主线来看，脑线最为清晰深刻，头脑聪明，心态稳定，有主见和定力，看一个的发展是否长久稳定。
脑线非常重要，女主脑线就不错，心理素质很强，面对重大场面不怯场，能抓住机会，领悟能力强，学东西很快，举一反三，学业不错，人生起点不低。相对来说，生命线稍显浅淡，体质一般，建议增强平衡脑力和体力，人生路才能行得稳。生命线和脑线分离处模糊，初入社会的时候有些迷茫，体质欠佳，加上感情线下方见三角纹干扰，情路有些坎坷。24岁左右有过犯情伤的经历，从影响线刺破事业线也可看出，有一段投入很深感情，最终没能走在一起。脑线来看，心态没有受太大影响，整体还是偏理性的人。第三个中指是代表自己，相当于面相中的鼻，是君位，一旦出现歪斜，易误入歧途走偏门，加上中指食指间漏大缝，更是破败之象。现代社会骗术很多，防不胜防，有些人内心定力不强，爱贪便宜，所谓免费的东西是最贵的。原主指缝这么大，易上当受骗而漏财，而且漏得不小。加上感情线尾端入指缝，因情而漏财的事情也会发生，注意防范。好在原主脑线和生命线粘贴长，本性偏保守谨慎，能守住些财，否则更是钱财耗尽，人生苦不堪言。30岁之后变得更加稳重谨慎。从纹路看，脑线明显强于生命线，是个爱动脑、非常聪明的人，一点就通，也有想象力和创造力。但是生命线偏弱，说明体质不强，不太爱锻炼和运动的人，建议增强体质，脑力和体力平衡，才能提升运势，事业也会更加稳定长久。感情线深刻有弧度，特别是尾端陡然上翘，弧度太过陡峭，喜欢刺激有活力亲密关系，不喜欢从朋友慢慢做起，迅速升温似乎更符合他的想法。桃花虽旺，但大多是短暂关系，难稳定，注意调整。这世界上天生就具有富贵的人并没有多少，有些人命中就注定了，但有些人即使一直奔波，也无法获得。你的富贵程度如何？今天我们通过手相一探究竟。一、小康，当手上的太阳线延伸至感情线，从无名指根部一直延伸下去，这通常预示着个人财富可能会达到小康水平，这意味着可能拥有车子和房子，以及一定数额的存款。这种情况可以说是比上不足，比下有余，表示财务状况相对稳定，生活水平较为富裕。二、小富，太阳线从无名指的根部一直延伸并穿过感情线，这通常被解读为个人在一生中可能会享有较好的财运，或有良好的际遇，能够达到小富的程度。这样的手相特征暗示着个人在事业和财务方面可能会有所成就，可能会经历一些财务上的成功和稳定。一般来说，具有这种手相特征的人在31岁左右可能会逐渐迎来事业上的高峰期，这个阶段可能标志着他们在事业发展中取得重要的成就和突破，可能会有更多的机会获得财富和成功。三、中富，这里面有两种情况，其一，太阳线穿过感情线后还能弯曲延伸到第二火星丘；其二，或太阳线穿过感情线后能延伸到月丘附近。遇上这两种情况的任何一种，说明你人生的财富都能达到中富的层次，会有较丰厚的财富。四、大富，现代生活中大富的人绝对是很少的，只是少数，因此大富的手相也肯定很少。比如，只有当太阳线一直由无名指的根部往下延伸，与生命线相交或接近的时候，才可能实现人生的大富。这种情形一定很小，因为一般人的太阳线都不会这么长。其他的，比如太阳线不止一条，又断断续续的，这类型的男女，经济或财富上容易大起大落，或者说太阳线上出现一些交叉纹或是倒纹等情形时，也是存不住钱财的命。
当然，财富不是衡量人生成功的唯一标准。比如，有些人有名，有些人因为发明了某些足以影响人类的科技，同样是一种巨大的成就。所以，所谓的成功，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，看个人自己正确的追求以及理想是什么而定。注定大富大贵的手相。一、太阳线往下延伸。太阳线作为手相中的重要纹路之一，的确被认为与个人的成功运势密切相关。它的延伸路径和形态可以提供关于个人职业生涯和财务状况的线索。太阳线向下延伸并穿过感情线的手相特征，被解读为一个人可能会在财务上取得一定的成功和富裕。这种手相特征暗示着个人的生活水平可能会达到中上水平，能够过上相对富裕和舒适的生活，拥有足够的物质条件，不仅能够满足基本的生活需求，还可以享受到一些额外的美好生活品质，如拥有车和房，事业有成，以及在温饱之余还能够过上一些雅致的生活。二、财帛宫十分饱满。财帛宫位于我们手相中食指的根部，此部位的若是隆起、饱满、有肉，便是财帛宫饱满。而所谓的财帛宫，其实就是关系着我们财运的部位，也可以称作为财库。此部位饱满，意味着你的财库丰隆，也说明了你命中将会获得超级多的金钱和财富。所以，这样手相的人，命中的富贵程度会更高一些，可以成为小富人士，有一定的财富和经济实力，可以算作是小豪门。三、太阳穴延伸到月丘。从手相学的角度来说，如果你手相中的太阳穴已经延伸到月丘的位置上，太阳线已经穿越过了感情线，达到了月丘所在的位置，这样的手相充分地说明了你命中的事业运势、财富以及成功运势很好。所以，这样手相的男男女女们，在生活的拼搏中，可以获得大的收获，可以获得很多的钱财，而这些钱财将会成为他们富贵的支撑。因此，太阳线延伸到月丘的人，命中富贵程度很好哦。四、手掌红润，掌心存水。从手相学的角度来说，手掌红润意味着一个人生来有福，是一个命中福禄双全、有清闲之福的人。这样手相的人当然更加富贵了。若是能够掌心存水，说明他个人的财运相当不错，可以留住财富，把握住财运，因而掌心存水，手掌红润的人也可以成为大富大贵之人。五、手掌柔软有肉。如果一个人的手掌长得较为厚实有肉，又比较柔软，几乎看不到青筋和血管暴露在外的话，这种人大多属于心灵手巧之人，为人聪明能干，头脑清晰灵活，无论做什么都能做得比较出色，非常的会赚钱，在事业上容易成功，一生的财运极好，尤其是偏财运，非常的有投资方面的眼光和天赋，而且身边的贵人较多，每次遇到困难，总有贵人助其渡过难关，赚钱能力强。六、有贵人线。所谓的贵人线，指的是在大拇指的下方有一条圆润清晰的弧线纹，这条纹大多数人都有，但基本上都不明显。此纹长得较为清晰显眼的人，大多贵人运非常好，在事业和生活中经常容易得到贵人的帮衬，因此财运极好，在赚钱方面非常的厉害。女人有此手纹的话，夫运较好，容易嫁到有钱人家。男人此纹清晰，则事业有成，资产丰厚，一生不为钱发愁，日子越过越富裕。七、无名指长。如果一个人的无名指长得较长，看上去几乎与中指快要平齐的话，这种人一般头脑非常的灵活，很有智慧和头脑，而且他是能干，很有挣钱的天赋和才华，财运非常好。这种人无论做什么工作，只要足够努力，定然能够做出一番成就，赚钱非常的轻松，积累财富比较快。若是无名指过短的话，这种人一般赌性较强，好高骛远，做事容易急功近利，总想着一夜暴富，最终却辛苦劳累，没有作为。八、
财运线清晰，财运线即是无名指下方的竖直纹路，有的人长的条数较多，有的较少，有的清晰，尤其模糊。如果一个人的财运长得清晰而明显的话，这种人财运自然也就非常好，身边赚钱的机会比较多，财路比较广。而且这种人善于理财，对于钱财的掌控能力比较强，懂得合理使用钱财和投资，能够让手里的钱发挥出最大的作用，然后钱滚钱，变得越来越富有。而财运线不明显的人，理财能力较差，财运也不好，赚钱非常的辛苦。9. 手掌有财库。手掌中的财库指的是手掌心的纹路交叉成三角形或方形的闭口，掌有这种手纹的人比较少，即使有，好多也是模糊不清。掌中财库较为明显的人一般财运极好，属于天生的富贵命格，挣钱也比较的容易和轻松，不用太辛苦，能够积攒下丰厚的家业。而且这种人一般不喜欢受人管束，不喜欢替别人打工，喜欢自己创业，凭借着自己的才能，往往能够把事业做得风生水起，收益不菲，日子也是越过越富。10. 财运线深直。财运线深直的人通常被认为是财运极为旺盛的，他们可能会有意外的财富收入，甚至可能一夜暴富，从而过上人上人的生活。这些财运线的人可能会有各种方式获得财富，比如继承巨额遗产、中彩票大奖，或者是在拆迁中得到丰厚的补偿。此外，他们通常慷慨大方，乐善好施，善行善事可以积聚福德，通过不断行善，他们自然能够得到上天的庇佑，为自己的财富之路注入更多的好运和福报。然而，需要注意的是，尽管财运线深直可能预示着财富的获得，但个人的成功和财富还是需要适当的机遇、努力和智慧来实现。因此，持续的努力和明智的决策仍然是保持财务稳健和成功的关键。最后，我们需要注意的是，手相只是一种辅助预测工具，不能完全决定个人的命运。尽管拥有众多发财手相的人，他们可能预示着财富的积累，但最终的财富还是需要个人通过努力、智慧和适时抓住机遇来实现。因此，持续的努力和明智的决策仍然是实现财务成功的关键。好了，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希望大家能够喜欢，记得给小酱汁点点关注和小铃铛，小酱汁会继续给大家分享更多有趣的命理内容。我们下期再见。